9月4日，仅仅一个早晨，中国 AI 巨头寒武纪的股价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市值瞬间蒸发694亿元。这是怎样的血淋淋场景？你能想象吗？几乎等于一家中等规模的上市公司在一夜之间被抹掉。就在1周前，寒武纪还被捧成了中国 AI 第一股科技皇冠上的明珠，它的股价一度飙到1595.88元，市值冲上6643亿元，甚至在8月28日那天，短暂地踩在贵州茅台头上，戴上了 A 股第一高价股的桂冠。多少人疯狂鼓掌，多少散户喊着股王来了，多少基金经理笑着收割。然而，短短几个交易日，市值就灰飞烟灭。从8月28日的高点到9月4日上午的低谷，寒武纪硬生生跌去20%以上，跌掉的694亿元，相当于2024年整个贵州省一年财政赤字的2倍，是不是很讽刺？一个 AI 梦想，一夜之间能吞掉无数老百姓一辈子的积蓄。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残酷神话制造的速度，比泡沫破灭还快。表面上，寒武纪的崛起靠的是国产替代和 AI 热潮，但真实的推手其实是政策市。为什么？因为寒武纪被纳入了科创50、沪深300、富时 A50等重要指数。基金经理不买不行，指数基金只能被动跟随，这才把寒武纪推成了股王。9月12日即将生效的指数调整，把寒武纪的权重从15%看到10%。别小看这5%的变化，对千亿级资金池来说，就是实打实的数百亿抛盘压力。这一刀下去，寒武纪瞬间失血。这让我想起一位资本市场老兵的话：中国股市本质上就是政策市，靠政策扶上去的，也会被政策砸下来。没错，寒武纪不是第一家被政策裹挟的公司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家。资本市场最残忍的地方是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。寒武纪创始人陈天石今年才40岁出头，因为股价暴涨，他的财富一度突破1800亿元。张建平这样的牛散更是凭借几百万股，轻轻松松赚了60亿元。但是跟他们相对的是无数普通投资者。Wind 数据显示，截至9月2日，寒武纪总市值相当于英特尔的77%，但其半年营收只有28.81亿元，连茅台910亿元的零头都不到。换句话说，老百姓是在用真金白银去赌一个遥远的梦想。他们可能幻想自己能分一杯羹，但现实是，市场的镰刀已经磨得锃亮。一旦股价崩盘，最先出逃的是大股东、基金经理，而最后埋单的永远是散户。多少人的养老钱、子女教育金被套在这场游戏里？没人会在乎。表面上，寒武纪的半年报漂亮的惊人，营收同比增长4347.82%，净利润10.38亿元，毛利率高达55.93%。听起来是不是像开挂？但你要知道，过去8年，它连续亏损55亿元。所谓的扭亏为盈，不过是互联网大厂集中下单的短期繁荣。根据财报，寒武纪前5大客户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期末余额占比85%以上，第一大客户占比超过40%。换句话说，一旦大客户转身，寒武纪随时可能掉下悬崖。而中国的 AI 行业本身就是夹缝中求生。英伟达靠CUDA生态绑定了全球开发者，拥有500万开发者社区。寒武纪的生态开发者只有10万，差距是50倍。国产 AI 芯片能不能持续，根本是个问号。在 A 股历史上，谁敢挑战茅台？结果都很惨。暴风科技当年股价冲天，结果不到1年就灰飞烟灭。长春高新一度风光无两，现在也跌落神坛。
寒武纪短暂超越茅台，不过是昙花一现。它的营收规模连茅台的3%都不到，却妄图长期戴着股王皇冠，这不是魔幻，而是悲剧的前奏。更可怕的是，寒武纪背后的中国式股市宿命，它不是靠自由竞争上位，而是靠政策推手。它的暴涨不是基于基本面，而是依赖指数资金。它的未来不是市场选择，而是政策风向。这种被动造神注定会以惨烈收场。今天的寒武纪就是明天的暴风科技。资本狂欢过后，必然是散户的尸山血海。东海证券的研报说得很直白，中国 AI 芯片稀缺，寒武纪属于稀缺标的。但稀缺不等于永远有价值，尤其是在这个风云诡谲的政策市里。未来几周，当指数基金开始被动减持，当基金经理悄悄撤退，当大客户订单一旦缩减，寒武纪的股价还有多少支撑？有人说，中国股市是政策市，不是价值市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股市涨跌不是由企业真实的价值决定，而是被政策的指挥棒牵着走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 A 股散户投资者比例高达80%，远高于美股不足15%的散户占比。散户的特点是什么？没有信息，不懂基本面，容易跟风，看到别人赚钱就一窝蜂冲进去，看到股价下跌就慌张逃跑。于是，中国股市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收割场。想想看，寒武纪的市盈率早已超过1000倍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贵州茅台市盈率只有30倍左右，英伟达市盈率也才50倍。寒武纪凭什么？靠的是国产替代的叙事，靠的是 AI 风口的神话，靠的是资本和政策的推手。这种故事短期能让股价飞天，但长期必然坠落。寒武纪确实有技术实力，但它的业绩规模和它的股价完全不匹配。今年上半年营收28.81亿元，还不到贵州茅台的3%，净利润10.38亿元，和英伟达1000亿级别的盈利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研发投入仅4.56亿元，而英伟达同期研发投入超过700亿元人民币。一个刚刚扭亏为盈的小公司，却被市场炒成了宇宙股王，这不是疯狂是什么？寒武纪的火爆更像是一场击鼓传花的资本游戏，谁是最后的接盘侠？往往就是普通散户。寒武纪之所以能成为全民热议的焦点，不是因为它真的伟大，而是因为整个中国经济缺乏真正能提振信心的企业。制造业外迁，房地产暴雷，消费疲软，在一片低迷中，资本市场 desperately 需要一个英雄，一个能撑起话题、点燃希望的标的。于是，寒武纪被推上了神坛。今年以来，中国股市总市值蒸发超过12万亿元，上证指数徘徊在2800点附近，创下近4年来的新低。普通人辛辛苦苦攒下的钱，一夜之间灰飞烟灭。很多人说，寒武纪的暴跌是中国经济的缩影，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：中国的科技梦还很脆弱，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很投机，中国的散户投资者还很容易被收割。在这场财富盛宴里，赢家永远是极少数人。创始人陈天石身家突破1800亿元，早已财富自由。大牛散张建平账面浮盈60亿元，成为股民膜拜的对象。基金经理们靠着重仓寒武纪，拿到了丰厚的管理费和年终奖。而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只能眼睁睁看着股价过山车，最后被深深套牢。这就是中国股市的残酷，它是一个可以让少数人一夜暴富的舞台，却也是一个收割大多数人梦想的绞肉机。寒武纪的故事不会是终点。过去20年，中国股市不断上演类似的神话与幻灭。当年暴风科技
从27元炒到327元，如今早已退市。全通教育一度成为创业板股王，最后市值蒸发90%。还有乐视、康美药业、汉能，无数投资者的眼泪和血汗早已埋葬在这些名字里。今天的寒武纪或许就是明天的另一个暴风科技。真正残酷的是，我们早已见过这种循环，却依旧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同样的陷阱。寒武纪的暴涨是一场资本的狂欢，寒武纪的暴跌是一地散户的眼泪。它不是一家公司的故事，而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缩影。一个没有真正价值支撑的股市，一个靠政策和情绪驱动的股市，注定会在一次又一次的幻灭中，把普通投资者的希望碾得粉碎。或许寒武纪今天跌去的694亿只是一个开始。